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23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到12点，直播1个小时。那么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了，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欢迎大家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欢迎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简单的说一下现在这个标普大盘。这个标普大盘呢，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在昨天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其实已经用完全分类的方法说过了这种情况。虽然说今天川普又发威了，发推说是要跟首先是对这个苹果，对吧？如果说你不在美国建厂的话，可能要加征25%的关税。然后又跟那个欧盟说是欧盟那个，它的一个词儿形容欧盟的这个是 nasty， 对吧？他说欧盟非常 nasty。然后那个说要跟欧盟从6月1号开始，他建议，倒是没有说已经谈好了，说或者说已经定好了，但是说 proposal 就是建议从6月1号开始跟欧盟要这个50%的关税，对吧？这个触发了现在股市的一个暴跌，或者说盘前的一个欧洲这边的一个暴跌，然后现在美股也是一个低开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标普的话，刚好是开在了这个，看到没有？200天均线在这里，刚好是踩到了200天均线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在它的这个周线上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我们在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说了，周线上有一个周的底分型也在这里，5773也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是5767，所以说多种因素叠加，为什么跌的这个开盘开在这个位置，或者说目前跌的最低点是在这个附近的原因，就是多重支撑。那么这个周线已经跌的，周线现在目前已经有点难看了，起码本周的这根 K 线有点难看了，而且是一个包含关系的，把上周的这个 K 线已经全部包含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下周因为这个下周一是这个假期，所以说对美国的朋友来讲，它是一个长周末，那么又会牵扯到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对吧？有的人可能怕这个周末出什么幺蛾子，可能会在周五的时候会清掉，这就会造成周五的这个交易量可能会多一点、大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来看的话，其实无所谓。如果说你操作的标的，基本面是不会太差的那种，你管它是什么长周末、短周末呢，对吧？不在这1-2个周末，所以说还是看主要持股，你的选择的这个标的。那么在这个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包含关系之后，如果下周4个交易日跌破了本周的低点，那么周线上就会出现周的顶分型了，对吧？任何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那么没有顶分型就不可能转折。没有顶分型不可能转折，没有底分型也不可能转折。所以说，如果出现顶分型，就要非常的注意，这里是不是要周线上给你一笔回落？那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你也可以从现在的这个位置测一下，它如果说跌到0.382的话，那就也要到5535呢，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也有将近5%的空间，对吧？指数跌5%，那个股的话可能有10%、20%去了。为什么今天川普发推呢？其实不奇怪，如果说你去看一下那个10年的国债就知道了。10年的国债，这个昨天是一个，虽然说它是涨，但是这个它的收益率是跌的，也就是说昨天是暴跌，但是昨天是回来一些。前天这个是周三的时候更夸张。涨了2.5%，所以现在市场的关注度在这个国债上。那么国债这边的大跌，最近的这几天大跌，引发了这个股市这边的一个联动效应。毕竟国债的这个体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资金都在玩这个，对吧？所以说，那么为什么川普今天发推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呢，对吧？到位置了，他随便发一个推就能把国债这个带下来，或者说让国债上涨，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说这是发推发的这个点位是非常技术的，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所有的这内幕啊，什么川普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在昨天分析日线这个标普1小时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我们当时说什么呢？我们复一下盘，或者说你去看一下我昨天，然后再看一下我今天说的，看看我们昨天有没有讲过这种情况。我们昨天讲的是从4835 A 中枢、B 中枢、C 中枢、D 中枢，对吧？然后 A 和 B 是扩张的升级了，那么这个是在模型上的话，所有的后面这些全是在走小 B 段。然后我们当时的关注重点就是最后一个中枢，那么在最后一个中枢，我在昨天强调了一点，就是这笔反弹，着重强调了这个反弹，说如果说它这个反弹不能够再次突破5968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1小时上的一个二脉，那么它就可以走反向，对吧？你不知道它这个走反向这一笔是能够出现背驰的一笔，还是说出现不背驰的一笔？但是在昨天收盘之前一个快速下杀，你其实不需要等到收盘就能知道它出现了这个1小时的顶分型啊，然后这个反弹这一笔也成笔了。所以说在技术上，这个是你不需要知道，川普今天要发推，那么你在昨天收盘之前也应该减仓，对吧？那么你就会你是按照你的分析来应对的，而不是按照谁发推文来应对。那么推文那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除非你是内部人员。那么技术图形上其实昨天已经有表达了，所以说他发不发推，可能他不发这个推文，其他事情也可能造成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这昨天已经有内部人员已经出逃了，所以说不奇怪。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已经回撤成一笔了，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包含关系的，这个上面是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的话还是只有4天，但是你先当5天用也可以，先当一笔用没有问题。看这笔的这个下沉的力度，如果说在这个位置200天啊，这个日线的周线的这个下沿，周线中枢的下沿能够撑得住的话，这里能看能不能够弹一下，弹一下之后可以再下来，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日线的二脉，那么这个位置是我们需要多出逃一些的位置，因为你后面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会不会背驰，如果不背驰的话，那后面就深了。以这种方式来完成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上回落一笔，这个空间就大了，有5%的空间的，对吧？所以说先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弹一下，但是呢，想要出现任何的转折一样，顶分型没有出现，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这里还没有出现底分型出现，那么你还可以用它的这个更小周期上，那更小周期上现在只有一笔，更小周期上现在只有或者说只有2笔，如果说你把这3根不算的话，其实就是一笔下来，对吧？那么在1小时上，它今天也是踩到了一个均线上，120均线，120小时均线。所以说呀，多种级别一叠加，这个位置5760附近吧，5800附近，5800附近是一个相对来说支撑力度比较强的一个位置。如果说砸掉了5800，那可能下面就去这个5600了。所以说5600到5800这个两个区间，这个位置还是能够撑一段的话，对我们做多的大部分人只能做多的话，还是有一点好处的。那么这里如果说它先弹一次之后，可以再下，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一个新的1小时的二脉。为什么这个变成新的1小时二脉呢？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因为它这个下跌走势没有完成，在没有完成的时候，如果说因为它其中有几根 K 线不满足一笔，所以说在有新的生长出来的 K 线之后，你要重新结合它，那么就变成了这种情况，这个位置就变成了新的二脉了，你还是要应它。所以说无论怎么变化，还是我们昨天说那个原则，变换不变性，就是怎么变换都不能够改变图形的买卖性质。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们提问。有位叫 James 的朋友问
这个我们以前也是有过分析，但是具体做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么这个票，它之前有过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线，这是我们很早之前画过，有一个很早的一个趋势线，就是前面几个高点连线有一个趋势线，然后它之前从最高59还跌回来，还踩了一脚回趋势线，所以说趋势线这个东西在大周期上是比较好用的，尤其是日线以上或者周线以上，周期越大，这个趋势线的这个作用越明显。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大周期的话，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那我们可以这样，从这个最低点，我们把它的这个图形周线上先给它画出来，这里是有过一次上一次下，然后在周线上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现在开始尝试走离开，这就是它的周线上的一个结构。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对吧？那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周线上这一段它离开，想尝试逃离中枢，能不能够逃离得开嘛？对吧？所以说你就要看它的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有没有力度。那么从这个 17.42 就是这个起涨点 17.42 它这个跟其他图形差不多，4月9号那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但是其实是一个1、2、3，这个3目前涨得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们可以聚焦在看一下这个第3段，那我们就把这个 17.42 这里断开之后，就主要观察 17.42 右侧这些，现在就看它的这个力度。今天不知道什么消息刺激，是涨了 25.68%， 对吧？那么你如果说，因为在日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严格定义的话，它只有1笔。你如果说用递归的话，它其实是3笔，1、2、3，对吧？就看你怎么来这个观察。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价格观察 19.89，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观察一下它 19.89 的这个小周期上。在进入小周期之前，我们之前讲过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本周期上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对吧？3根 K 线、3根 K 线、3根 K 线。但是这2个 K 线明显，这下面这2堆明显高低点有接触，是一个升级的，所以说，就是这里是一个大 A 中枢，这后面是在走小 B，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B 中的大 A， 现在后面还没有 B 中的那个大 B 还没有出现，现在在走 B 中的小 B， 所以说在日线上我们就能分析出来它的1小时上是个什么结构，大概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然后这就是我刚才在日线上高量那段，下面这是1小时那个第一个中枢，这是第2个中枢。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第2个中枢，第2个中枢它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因为它这里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你画到这里也没有太大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2个中枢，然后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然后它在上面这里又形成了这个第3个中枢，但是呢，第3个中枢的这个级别是小的，下面是一个升级的中枢，那么2次回落还是下面中枢的300，所以它现在在走小 B 段，就是 B 中的小 B 段，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日线上说那个模型里面的 B 中的小 B 段。所以说，有的话可以继续拿，有的话可以继续拿，然后，没有的话，想追的话，那也要等待什么呢？等待它这里，因为它现在这个小 B 段走得非常强，你可能在5分钟上可能有结构，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最后这段小 B 段给它高亮一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吃到这个小 B 段，就 B 中的小 B 段。那么在这个小 B 段里面，现在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中枢，这是5分钟上的中枢。那么5分钟上这里还给了一个300，现在5分钟上这个小中枢给了一个小300。所以说你要想做的话，可以等待它，如果说想做小周期的话，可能等待它这里再震出来一个中枢来，震出来一个中枢之后，它肯定还要再打一个高点，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但是也不是说2个中枢就肯定结束，它也给在上面生长出来3个、4个。如果说这个力度非常强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在这里震，然后打一个低点，那么这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这种在1小时上是1笔上，
然后这个的如果说出现新低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会形成1小时的一笔回落，这个位置是可以进的，因为这是1小时的那个回落点，那么这个级别稍微大一点，想进的话可以进这个位置，而不要去追它出现高点的位置。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一般都是买回落，那就看你有没有耐心能够吃到这个小周期的一个回落了。但整体来讲，图形上是强势表达，有的话可以继续拿。只有在小周期想进的话，可以利用5分钟有回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1小时上什么时候有一笔回落，还可以继续进。它这个整体图形走的现在表达的是非常强。然后我们再看其他朋友问的，这个秦朋友问，Robinhood，之前有一位朋友之前一直在问他，就在这个的位置的时候，他一直在问。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一直在问啊，要不要买啊？怎么操作呀？然后现在单边出来了，也没见那位朋友再问这个了，不知道是不是踏空了还是怎么着？这个涨起来之后没见他问了，但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一直在问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上，66.89还没打高点，对吧？那么周线上已经成一笔了，方法一样。跟刚才那个方法一样，我们还是要观察这段一笔有没有结束次级别。次级别上，它这个图形上相对的就，这里已经出现了2堆的 K 线，高低点应该是有接触的，是升级之后的，也应该是在走小 B 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1小时，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有高低点有接触的，对吧？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个朋友一直在问，我就是说是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飞了。那么这是升级之后的中枢，然后升级之后给了一个300，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去判断，就是总有机会的，总要有回落的吧，对吧？不论怎么涨，它都要有回落的，就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有耐心等待到那个回落点。你在这个位置买这个回落是58拿到66，对吧？也有个8块钱左右呢，是吧？所以说，任何的周期都能够这个，只要你不去追涨杀跌，都没有太大问题，都有耐心让你吃到这一段。那么现在它是出现了2个中枢之后升级了，然后又给了一个但是这里是1次回落，现在是这里是有2次回落了。我们把这个潜在的这个第2次回落，因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回落这一笔啊，还不能说它结束，它也可以再往下走一走，但是因为下面这个中枢是2个中枢升级之后的中枢，所以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中枢的300。前面这个第1次回落，它只是这个中枢的300，它不是这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300。他说它是一个3 plus 强300，那么2次回落之后才是本周期的300。所以说这是在级别上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需要它等待它这里这段结束之后，对吧？结束之后，这笔结束了，那就看它，但它也可以再打掉这个低点的，它打掉这个低点也没有改变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它打掉这个低点到这个位置，比如120小时均线这里，到这里的话，只是说它这个中枢变成了一个扩张中枢，没有人规定这个中枢必须是一个收缩中枢，对吧？它也是可以这个喇叭口的这种扩张中枢也可以的，任何中枢的结构都可以，所以说它也是完全可以到这里。只要不碰不到前面这些小高点的话，它都没有把这个结构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至于你能不能够抓得到这一段，那就看你的功夫了呀，对吧？我也没有办法能预测它能不能够到哪个位置你能够进，这个需要去盯的。所以说，但是已经到了历史，是不是历史高点的这个附近？我们看一下，哦，应该是。哦，它之前还有一个85的最高点，可能是刚上市那段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的向上冲，但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到这个位置了，你不是应该想着我怎么往里追了，而是想着是不是在这个位置要减一减，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些小周期的这些1小时的这种震荡，把这个成本降一降，毕竟已经到了前面的这个66.99这个前高附近。你还期待它这里再给你往上弹多少吗？它起码要有个大的深的回来的时候，你才可能在大仓位的往里上，起码才有可能有3段。
然后再看这个，我们先每一个人分析一个，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其他的，然后再看这个 AL 朋友问英伟达，英伟达啊，它是因为在下周三5月28号要出财报了，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财报前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英伟达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英伟达呀，它是周线上，我们先说一下它周线上的这个结构。周线上这里其实是从10.81起来的，10.81起来的这个起涨点，然后它在这个周线上，这是一个1、2、3浪或3段，然后开始又回落形成中枢，这就是86.62，就是贸易战，川普搞出来的那个回落，回落之后就是构成了周线中枢了，现在又上来了。那现在也是马上要到这个周线的上沿了，140.76，对吧？在上沿附近，能不能够再次突破153，那就看它这个财报了，对吧？可以再次突破153，就是走离开相对这个小 B 段，因为这是这个大 A 段在周线上，这是如果说出现力度很强的，如果说财报非常好，然后指引给的也非常好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它的次级别，对吧？你会发现方法都一样。分析来分析去就是这些，然后先看大周期找方向，然后利用区间套层层降低周期，到每一个周期里面找它的这个就是利用区间套递归到你能够交易的周期。它这个日线上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它这里是有一个这是哪天？这是5月21号出现了一个 spike。就是向上冲了一个137.4这个高点，但是呢，它如果说用递归的话，在日线上我可以用递归，这里其实是有回落一笔的。从前面这里，它其实是一个4浪回撤，可以是当成一个4浪回撤。所以说，这就是在日线上你在分析的时候和你实际交易的时候，你是怎么来这个划分的？因为这是在没有完成的。一定是没有完成的这一段，我可以利用这个多异性来多种方法来分析它。那么现在关注就是136或者说137也好，就这个5、6根 K 线有没有结束？有结束了，它就是一个4浪回撤，1、2、3、4还可以有5，对吧？再打高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下周三有财报的原因，它这里。你让它，除非是，好多人有得到内部消息了，可以快速往上拉，也有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5、6根 K 线。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它这段走的非常碎，你会发现走的非常碎，尤其是这里。然后这里是出现过一个1、2、3，但是呢，回落也不够比，所以说它走的非常碎。说1小时是没有办法分析它的，我们需要再次降低周期，看一下30分钟上。那么30分钟上就带结构了，这里有一个30分钟，这里就有一个中枢了。对，30分钟这里是有这么一个中枢在这里，所以说现在是想尝试脱离中枢，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可以。就是它这个里一定要表达强势。如果说这个反弹不能够回到这个上面这个30分钟中枢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小3脉，然后再打一个低点，就会出现一个1、2、3段，那有可能去到一下这个200天均线这里，然后可能就到了这个周三的这个结构点了。周三的这个时间点，如果说这个财报也不好，指引也不好，那可能就直接往下走。如果说这个相反的话，那就可能再去往上走。所以说啊。如果说先看它这一笔，先看它这一笔的反弹，如果反弹的非常弱，或者说回去了也非常弱，那你就可以先卖一点，对吧？先减一点，等待它再次回落之后再加回来，甚至就可以直接就掉头往下走。所以说它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财报的原因，处在这个没有明确的指引或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情形。关键就是看它这一笔能不能够回去。如果说回去了，但是力度不强也不行，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加上，如果说只能到中轨这个位置，
也不行，就必须要强，必须要有一个强势表达，才有可能出现一个逆转。就是整体来讲，它现在在30分钟上是你可以观察的这个周期。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一下这个 Snowflake。Snowflake 这个票，之前好多散户喜欢操作这个，好像是因为巴菲特的公司有买这个，对吧？但是呢，不一定是巴菲特的下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他在散户中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过一些朋友是操作它的，一直分析过。但是我们当时其实就说过，它在结构上是可以打低点的，就是110.27。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打掉一个低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结构上它是一个进入段，然后2笔构成中枢，然后这个打一个低点，这个结构就饱满了呀，对吧？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3段构成中枢。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说这个110.27是可以被打掉的。那么它最终是选择了打掉它之后，在107.13之后得到了一个支撑，然后出现了一笔回来。所以说呀，你如果说去看它的大周期的话，那么其实这里从这个最高点跌到107，可以是大周期的一笔。那么从107这个位置可以其实走反向的。那么这个张口张得非常大，起码在大周期上现在表达是不错。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以这个107这里作为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起涨点，那么你就可以以它作为防守位。就是大周期上，比如说你在一两年想操作这个票的话，那么就以107.13作为你的防守，只要107.13不被跌破，你就在里面一直拿着，就是你大周期做一个计划。那么小周期上能不能够打短差，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周线上，我们把这些都可以拽过去，都可以不看它。那么这里这是月线上那一笔，然后周线上也做出来一个中枢。所以说它的结构相对你如果说计划好了，或者说分段，缠论是最好的分段操作的理论。你一旦分段好了之后，你分析起来相对是简单的。那么这里又有一个中枢，对吧？然后这个进入段又是3段构成中枢。你不要看它的中枢的结构好像不太对称，但是无所谓呀。什么形状都行，只要是3段就好了，只要满足定义3笔就可以构成中枢。现在是尝试离开这个中枢，对吧？那么尝试离开，看一下它这个最高点205.4能不能够跑得出去。所以说这个中枢相当于一个星球，你想逃逸出这个星球的吸引力，这个逃逸速度这个够大。我们先比较一下进入和离开段的这个空间。哎，看到没有？等比例，200附近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说，也为什么这个地方冲现在稍微力度有点差的原因，就是也是这段的空间跟前面这里的空间是一样的。那么空间一样，不是代表100%就要回来，就还是一样，再次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上，我们把其他的 K 线全部都清掉，然后我们这个就知道我们要看什么。这样的话稍微有点乱。现在这个是把这个也清掉，然后这是周线上那一笔。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120这个日线上这一笔，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跟其他的一样，就是你可以当成123，就是有一个2买，然后上去，然后这里也不构成回落，就是也是一个3，就是3走的非常强。那么就看这个135.28，它之后的一个状态，它这个图形跟刚才那个应该是这个 OKLO 吧，很像，就是在它的小周期上，好多这种这个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说明它的这个小周期上是有中枢的，对吧？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方法。那么，但是它这个离开也很强，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不是在小周期上形成了3个中枢的一个上升。那么这里有过一次3段回落，但是呢，
1小时上勉强够。这里的话也是一个下上下，这里也是勉强够。这里是肯定这里这个小中枢1小时中枢是满足定义的，然后这里也是满足的，就下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勉强。这里这个如果说你当成3段回落的话，稍微有一点勉强，所以说它是可以当成一个趋势上，就是其实不论是这里成不成一个中枢，都是一个趋势上，只不过就是个数的区别，只要2个中枢或2个中枢以上都是趋势上。所以说它现在就是在走趋势上，那么你的关注重点就是最后一个中枢嘛，这个最后一个中枢它这里是不是上不去了，看看有没有回来，回来的话不能够回到这里边，还是300，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如果说回来了怎么办呢？那就是中枢震荡。至于说你能不能够预测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没有人能够预测，你只能去跟踪它。那么就看它现在看它这个，首先看它这个内部的这段有没有结束，这个结束了的话它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怎么判断能不能够回到这里还是不回到这里，还是一样看它的这个小周期里面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有没有出现背驰段，一定是有背驰3段或者是5段或者说带中枢的，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准确判断它是能回来还是不能回来，只能在当下判断，而不能够去预测它能不能够回来。所以说这就是这个 Snowflake。 然后你问是继续持股还是减仓，那它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那肯定是先拿了，对吧？你也可以等待，现在等待这个顶分型出现明确顶分型，你可以先减一点，回来再买回来，因为它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但是因为它这段已经有2个或者3个中枢了，所以这个位置就不是你要大仓位往里干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Lightbringer RELX， 这个应该是一个中概，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一个中概，是是不是一个电子烟的？在我印象有那么一点点印象，但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这个我们明显是之前分析过，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就是从23.39这里分析的。这是在大周期上一个尝试离开，它也是在大周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它尝试离开这个中枢，走的非常这个月线上也还是一笔，月线上还是一笔，走的延伸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周线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周线上这里是当时分析的那个中枢，然后这个中枢的这个44.72，那么中枢的上沿在44.72，你看它这个回落的非常技术。非常技术，刚好是踩到中枢里面来了，然后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在盘子比较小的时候吧，它就比较容易被操控。那么现在就看它最后这段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力度，已经3段了，明显是如果说这个力度不够强，因为它这个第一段走的太强了，如果3走成同样的话，那你这个 MACD 必须有同样的表达，所以说相对偏弱。那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呢？更大可能是往上冲一冲不行了，回来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这个再次打掉这个低点就会做成一个扩张中枢也可以，看它震中枢之后盘一段时间，然后再选择方向，是更大的一个可能性。这是针对这个RELX。 好的，这是大家每一个人只分析一个的话基本上都讲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他的人问的。这个秦朋友问有这个戴尔的话也是之前因为这个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造成了所有跟那个芯片呢跟整个板块出现了一个大幅调整。那么戴尔也不例外，也没有逃出这个魔咒，它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那么在大周期上，我们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回落还没碰到前面那个低点，所以说它从12.92这个起涨点还是一个4的回撤，1、2、3、4，对吧？
因为它没碰到这个浪形里面还是一个4浪回撤，所以说还是很小心的，对吧？很小心的没有去碰一下 60.81。那现在月线上也出现了月的大底分型了，对吧？那么只要 66.25 不被跌破的话，这里就会有出现月线上的第5笔，这就是你要计划的，你要做的就是月线上第5笔，你的防守就是 66.25， 跌破 66.25 你就出来，就出局，就不玩了，因为这是你进场的依据，这是你进场的依据。那么至于这一笔是能够再次突破 179.7， 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对吧？这是走势生长出来的，你只能去跟踪它，或者说它不能够突破 179.17， 只是在这里生成了一笔也可以，那就看它后期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选方向，对吧？这就是后期的事儿。所以你就在当下的话，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图形来分析，这里能不能够，这里是虽然说形成了月的底分型，那再打掉再延伸呢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2个方向都要看，一是要看179的下跌，二是要看它这个上涨能不能够形成一笔。那在周线上，它这个回落是3段，它从179下来的时候是一个3段下跌，看目测的话应该是一个等比例的一个什么位置，没到，等比例在 54.89， 所以说没到这个位置，然后被2根均线撑住了，说明背驰了，就这段力度没有前面的这个力度大，说明有背驰了。这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有找背驰，一直说的是找背驰，你才是你进场的一个依据。那么出现背驰了，又给底分型了，那么理所当然的，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肯定要尝试，对吧？你无论你这一笔能不能够生成周线的一笔，你在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尝试的，要不然你去做它干什么呢？或者说你去跟踪它干什么呢？对吧？跟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操作它。你既然分析出来了，那你就要去执行你的叫什么？计划你的操作，然后操作你的计划。Plan your trade, trade your plan。这就是其实很多股市里面谚语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的时候被我们个人的一些执念或一些妄念给阻止住。你这个位置有没有进，你就要做一下复盘，当时为什么没进，什么阻止了你去进场，对吧？这都要去分析，你只有这样的复盘之后，才能够在下一次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这个周线上也生长出来一笔了，一样的，周线上这笔结没结束啊？那还是要看次级别，这就是这个 66.25 这个起涨。那么它这个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它是一个三段，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结构，但是它并没有破坏，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差异，但是呢，它也是有2根 K 线有这个包含，但是也是可以当成一个2买的，所以说也是3段，日线上它也是3段。因为这个英伟达财报在下周3就要出来了，但是它的财报一般都是在英伟达财报之后，对吧？下周4紧跟着英伟达，所以说英伟达财报之后先看。如果英伟达财报不好的话，它也会跟着往下调，那可能要去这个120天了。所以说，至于你的操作，不知道你在成本你的成本在哪里，对吧？如果说我的话已经涨了第3段了，你肯定要减一减，毕竟这个手里是有底仓的。你往上涨的话，手里有底仓；往下来的话，我可以再吃回来、加回来。所以说，整体来讲，图形上，不知道它是能够起码它的小周期上已经相对的已经饱满了，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也就是这个3可以再往上冲一冲，比如说英伟达财报刺激一下，往上再冲一冲，但是自己的财报不好，然后再下来，也就是一个1、2、3，自己的财报造成一个4的回落，但是英伟达的财报可能让它这个3再延伸一下也可以，说明这类可能是结构虽然说有2个中枢了，但是可以再打一个小 C 段。这是这个戴尔，然后再往下看，有一个这个之前 James 朋友再次问的其他的票，我们看这个 QBTS， 这个 QBTS 我也是注意过这个最近，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问过这个票，我们当时是详细分析过它，然后呢，他当时当时问的时候是在这里，我们当时怎么分析呢？就周线上它是一个
从这个最低点0.39这里的话，是周线上做了一个底下盘了一个非常大的中枢，周线做出来中枢之后，这里的这些回落呀都不构成中枢，都不构成有效回落。那么在模型上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大 A， 然后所有的从这是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在0点几，所有的这些到18.89全都是小 B 段，这下面是大 A， 这是 A0 起涨点，所以说它现在所有的在走小 B 段，在走周线这个周期的小 B 段啊，这就是你要去这个分析的。那么从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把都圈起来，然后只分析这些，就看它的这个小 B 段的内部。那么简单说的话，这个就是小 B 中的大 A， 后面这段就是小 B 中的小 B， 它后面可以再生长出来跟下面这个级别一样的这么一堆 K 线之后，就会形成一个 B 中的大 B。那么这种情况才有可能结束这个 B 段这个结构。B 段这个结构结束了，然后再继续生长，然后生长出来一个新的大中枢。那么这个中枢就是大 B 中枢，就是周线的一个周线周期的一个大 B 中枢，然后再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个上涨。所以说这个且涨呢，图形上起码按照我们模型的话是且涨。那我们再到日线上看，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不知道忘是哪位朋友问的这个票，不知道他有没有被这些震荡给震下去，对吧？如果说震下去的话，就非常可惜，没有吃到这个最强势的这段。因为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那么是利用这个中枢震荡策略，你是很容易把差价降下来的。所以说，而且你又有底仓的话，那么你是不怕它往上涨的。那么它在这里震了多少段？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不够9。这是一个1、2、3、4、5、6、7、8、9，够了9段。但是呢，其中这段我是很清晰的记着，它当时我们是用了一个递归的画的这段，因为它最低的 K 线在这里。如果说按照最低 K 线画的话，它是不够1笔的。所以严格定义的话，它这里是不够9段的。严格定义是这样，这是一个1、2、3、4、5、6、7，只有7笔。所以说从它这个中枢的起涨点是在这个位置，5.97是这一波的起涨点。那么它涨上来之后，这里做了一个小中枢，这里可能也有一个，然后又往上走。所以说这个是日线上的小 C 段，但是呢 C 段走得非常强，它完全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小中枢之后，你看它这个表达是非常非常强的。再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可能才能结束这个 B 段中的这个小 B 段。就是日线的小 B 段，所以它还是一个几个周期嵌套的。你一定要知道大周期它是在一个模型上处在什么状态，你才能够不被这种小周期的这个震荡给你震出去。这个票后面且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高了，再加上它的盘子并不大，千万不要追。你要是追的话，就很容易，你一追它就给你来一根大阴线砸下来，对吧？所以说一追的话就很容易利用小周期能够捕抓到它有一些回落，毕竟它在出去之前也是有回落的呀，对吧？这里还是给小周期上做出来一个中枢的。好的，这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然后再看James 朋友又问了这个 CRWV， 这个好像昨天分析过哦，这个我看到一条新闻，这个 CoreWave 这个公司好像是英伟达投的，英伟达在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大的占股，那么也造成了为什么有一波这个追捧。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虽然说结构上它的很强，但是你不要追呀。那么我们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分析过有什么位置可以往回来，对吧？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啊，昨天正好在这里，看到没有？这是昨天的痕迹，我们昨天就用的这个起涨点，在这里分析，忘了是昨天还是这个周三，这个位置是我们起涨点分析的。那刚好又回来了，又是一个300，不知道这位问的这个朋友有没有在这个0.382附近去做这个小300，对吧？它下面从这个起涨位置
一个中枢，两个中枢，然后这个是一个1、2、3段。在昨天我们问那个位置还刚好是一个最高点，那现在有一个回落了，又可以进了，因为它是一个1、2、3、4，还可以有5。至于打不打高点不知道，可以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那就是一个3中枢趋势上，1小时的3中枢趋势上，那有可能结束这个从这个33.52的一个这波上冲。结束并不代表整个结束，结束代表只能它可以有一个大一点的回落，回落之后还是一个2买，因为前面是1买，还要做多，对吧？还可以再往上走。所以说，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潜在的，如果说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落的话，看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但整体来讲，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了，对吧？你就不能说是像下面在低位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操作方法。所以说，有位置只能用小周期的，比如说1小时的这种小周期打短差。而大仓位的话，千万不要往里追了，已经从33涨到100多，你还往里追啊，对吧？起码有一个10%以上的回落，我才可能往上加。这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 CRWV。好的，还有15分钟时间左右，那么大家的提问都已经分析完了，我们可以这个再次等待，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提问，我们可以再次说一下这个比特币。大家可以继续提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你们关心的。但是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比特币。比特币昨天我刚好也分析了，然后我们分析昨天比特币的时候，我也说了，千万不要追，因为当时我们就比较过，这个4小时的这段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当时就比较过，说这个离开段是弱的，对吧？昨天我们已经给过提醒了，那今天是有过一个强势的回落，那么这个强势的回落，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给到一个小300，它是一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发推文的原因，然后一个往下扎了一下，但是呢，4小时上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看它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底分型。首先，形成底分型之后，再观察一下这个内部的结构有没有小背驰，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小300，4小时300之后，看它能不能再继续上去。如果说不能够形成底分型，甚至是要继续往下沉的话，那可能就要回来了，可能要去踩一下这个120均线，那就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看是不是要把这个中枢给震大，震成9段或者9段以上之后，再选择往上走也可以。就是这个位置还是不能追，你要想做这个小300的话，你就把这个仓位降低就好了。控制风险也好，控制这个像这种推文不可预知事件的时候，就是仓位，你把你的仓位控制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就好了，对吧？所以说这种首先不要追它，毕竟现在已经打了历史新高了，应该是12万吧？我看一下，刚好是在一个12万，这是不是12万呢？11万2千。这么个整数，这绝对是这个有人故意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数字，对吧？刚好做出来一个整数11万2千。那么它在日线上又是一个3段，日线上又是一个3段，又是这么一个整数的位置。然后3明显跟1还没有那么1那么强。你看它的 MACD 也是越来越小，看到没有？3段式越来越小，这个柱子的面积。然后这个快慢线张口也是越来越小。都预示了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了。你要想进的话，得日线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落。如果说能沉一下到10488，甚至是10万02千，甚至是再次回到10万，都是非常好的再次进场的位置。就是不要往里追。有位叫玉米李朋友问，高位买了 UNH 资金被套牢，也不知何时能解套。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高位是多高，是在600呢，还是在400，还是在300？你的具体，你说的越具体，我们越能给到，或者我越能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你的这个例子，对吧？你说高位，那高对你来说高，可能对别人来说可能还不高。所以说，如果说你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我可能说的更多一点。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图形，图形上
我们在月线上已经说过，它有一个大的这个中枢，月线中枢。但这个波下跌已经把这个月线中枢砸穿了，砸穿之后，现在都快到200月均线了，对吧？那么砸穿之后，如果说这段如果说结束的话，有一次反弹那个测试这个或确认这个中枢的话，回不去还是三脉，就是月线大周期的三脉还可以往下走。但是因为这个603下来这段啊，在它小周期上没有背驰，我们之前分析过，有一位朋友当时在应该是600附近做空的，我们当时是比较过这个三段的，这三段我们当时在周线上比较过，它是没有背驰的，它已经跌破的1.018了，跌破了等比例的414，所以这个3是没有背驰的，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做多，对吧？有反弹是减仓或者说去做空它。一直是这么一个大的方针或大的方向是肯定是不做多的。那么现在就看这个第三段内部，看它有什么时候能结束。3如果结束了，有弹一下，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做空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1、2、3、4浪反弹，周线的4浪反弹还可以有5。至于5是不是能够再次打低点不知道，它也可以是不打低点给一个2买再起来。那么这样以这种方式构成这三段是什么呢？这周线上这个三段反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月线的那一笔反弹。如果说回不到上面那个大中枢，这就是月线上那个大三脉，还可以再下来，晓得吧？所以说针对它的话，现在就是策略就是任何的反弹先减仓，或者说去做空它，就是说不做多。对这种大图形上没有出现好转的情况，就不去做多的，除非是出现了这个真的是基本面。或者其他方面出现了，那也可以给你机会的呀，那也会给你机会 cover 的。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妄念或者臆想，就觉得哎呦，明天万一出一个什么爆炸性新闻怎么办呢？对吧？老是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是禅师在文章里面经常说的是，很多人是让自己的脑袋坏了你的这个眼睛。什么叫脑袋坏了眼睛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到变化才去应对，而不是说你想到那个变化，然后来影响你的眼睛，或者影响了你的操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操作之所以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出现变化呢，我先想那种变化。你预测了，或者说你的意念，你预想了那种变化，而去让自己有了操作，就是说你的脑袋让你的操作，那个影响了你的眼睛，你只有眼睛看到了，眼见为实之后，才应该去操作。这其实这是这个先后顺序发生了一个变化。你不会做的人是先做后想，对吧？我们如果说你懂的话，是先看。我现在看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的话，我是不操作的。我一定要等待变化出现之后我才去做。就是说，一定是不要让你的脑袋影响了你的眼睛，一定要眼见为实之后才去做变化。所以针对它任何的这个反弹都是去减仓或者说去做空的这个状态。那么它这段结没结束呢？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因为你要去做反弹也能赚，但是问题是那个的难度相对就大。为什么不去做反弹的原因？虽然说它从2248可能反弹到这里也反弹了挺大一段，反弹了30%。虽然你这么一看好像也有很多利润呢，但这个的难度相对是大的。你一旦这个操作不好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套在里面的。不是说不能够赚钱，而是说它的难度大。很多人这个操作的时候吧，禅师讲的非常清楚。不要去做有难度的操作，而是越简单的操作或越容易的操作才是应该你去做的操作。其实这个不是去要刀尖上起舞，你反而相反，就是做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容易的事情？顺势是最容易的。大势是这个做空的，你就顺大逆小。什么叫顺大逆小呢？就是顺着大势来，大势是空的，你就逆了小势。什么是逆了小势呢？如果说这个在小周期上它是上涨的时候，你先不动，找位置去做空它，或者说去减仓，这就是顺大逆小。所以顺势是容易的，你逆势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它现在反弹了，反弹我们之前好像是分析过它这个反弹的大概位置，在小周期上它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606下来，606下来之后，这是1小时上第一个中枢。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好像就在这一天，因为我当时说这个日线上它是有过3个缺口的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裸 K， 就从这个606下来有3个缺口。这是第一个大缺口，第二个缺口，然后这里有第3个缺口。我们说过，缺口一般是3类，就是突破缺口、中继缺口、衰竭缺口。一般衰竭缺口和中继缺口都有可能被补掉。补掉是说补掉，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补掉，它可以1年以后沉，然后1年之后要补回来了。你能不能够扛得住这段下跌呀？问问自己能不能够扛得住，再跌50%或再跌多少，对吧？虽然说是要补掉，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周期补回来。它可以是第2天或第3天就补回来，也可以是第2年、第3年回来。所以说这就是你虽然知道这个理论它要补回来，但是你是不能够预测，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什么时候补回来。它现在是把这个最后一个缺口补上了。那么在1小时周期上的话，它其实是看一下1小时的这个结构，它从606下来之后，它在1小时上只有1个中枢。它在第2个中枢还没出现，我们当时是测过这个反弹的力度，从这个反弹这是有过几个位置，它是到了 0.5 和 0.382 之间，对吧？就这一笔你有能力能吃到它，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有可能你去起来了，可能追，但是呢回落的时候又没出来，然后它是一个利用跳空缺口下来的，所以说没有出来又被埋里面了。那现在可能越买越多，造成了仓位越来越大，那你的心理压力可能也越来越大。你说不知何时能够解套，但是谁能知道呢？你除非你是能够利用这些小的周期做一下这个差价操作，能够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它除非是有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才有可能让它出现反转。最有可能的可能是一个阴跌状态，就没有消息的时候，它就慢慢跌。慢慢跌，然后跌破了前面的低点之后，啪一个弹起来，弹2天，然后再跌，就基本上全靠这个消息刺激。因为它毕竟，你既然要操作它，可能知道它为什么从这个600多跌到了现在，300块钱，对吧？很多人说这个不知道，你们在美国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这个保险公司具体的业务，能不能够，是不是那种大而不能倒的？对吧？你才能够有信心的拿得住，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这个图形上已经走得非常坏了。如果说基本面没有好转的话，那就看它下来一次之后，然后这次弹能不能给到这次弹，就弹这次的话，就是给你出逃的机会，然后回不去一定也要卖，就这个月样这个大3卖一定要抓得住。如果说这个抓不住的话，那可能直接就再往下走，可能要去再腰斩，对吧？所以说这个一旦有一次大周期的给你一次弹的话，即使没到你的成本，你应该先减，或者说去做一下对冲也可以。毕竟它的这个基本面没有明显变化的话，那这个反弹如果说不给你的话，那可能要继续往下走，或者说月亮给到一个底分型之后，给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弹，然后再继续往下走。说这个如果说抓不住的话，那后面就更深了。所以说我们选择股票的时候啊，不是单纯的只操作一个这个只看一个技术面，一定是3个维度、3个系统。缠论很多人误解它是一个只讲基本面只讲技术面的一个理论，就是这是最大的误解。它是基本面加比价关系，最后再看技术面，对吧？基本面一定要好。为什么很多基金经理啊，很多巴菲特他们花那么多功夫去选股呢？如果说你的股票基本面没有到那个巴菲特说过自己说哦，我自己的公司再跌50%我都不会有任何的心理波动的。你能不能够做到这种状态？你选择的股票，你长期要做的，再跌50%，你有没有这个会让你害怕，或者说会不会让你这个买更多？因为你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呢。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个票。像这种你没有信心，只是想搏一个短线的话，那有的人是想搏一个短线，但是没想到那个该出的地方没出，短线变长线。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进场的时候啊，就没有想好
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就看觉得跌的差不多了，有可能要弹一下吧，然后就往里进了，对吧？你是没有做好一个计划的，你没有做好计划，没有做好你的出场的位置，什么情况下你是应该出？有可能是几个，因为它下来的时候全是用跳空缺口下来的，就是说一旦没有手起刀落的那种快速的斩乱麻那个决心的话，你是出不来的，因为全都是跳空缺口，你想出来可能都砍在地板上了，那就是非常惨的。所以说呀，想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形成系统，一定要形成系统。现在是到了美东时间12点，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的那个频道直播呢只讲这个美股，所以说其他的跟美股无关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分析的，所以说在这里说一下。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再见。